现在美国也开始有自己的扁鹊见蔡桓公了啊！我现在最喜欢看的就是美国智库和专家给美国开药方啊，不同于他们给中国开药方的时候，那就跟某都竞价排名过的莆田系医院一样，不管咱们啥症状，那都是不治之症啊！一会儿我们过剩会导致衰退，一会儿投资驱动影响创新，在他们嘴里，我们的经济从来都是印堂发黑，命不久矣。中国崩溃论啊，被他们当作精神食粮一般念叨了几十年。那也是张家墩呐，生不逢时，赶上了一个岁数足够大的总统啊！30年前你就念这一套，预言了30年都没兑现呢，导致大统领现在都看不过眼了啊，说他纯属胡编乱造。这些经济学家和智库啊，给我们下诊断的时候，跟要搞什么压胜之术一样，就盼着多念叨几句能把我们带沟里。但是他们给美国自己下诊断的时候，主打一个扭扭捏捏、隔靴搔痒，明明看见了症状，却不敢指出病根，既想解决问题，又不敢触碰讳疾忌医的政治正确和外强中干的民粹情绪，很有种啊快乐教育的那个老师的风格。你不能说孩子学习有问题，于是呢就习惯在屎上雕花，不努力啊就夸孩子多松弛啊，不认真就说这孩子有创意，啥也不是啊，就是孩子在做他自己，对吧？经济学人在给美国250周年体检的论文，就是这个风格，上来先把孩子好好夸一波啊！今天的美国绝对实力依然处于历史的巅峰，32.4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领跑全球，11艘核动力航母纵横七海，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顶尖高校数量仍断层领先，美元依旧支撑着半数以上的国际贸易结算，只存在一些些的小问题啊，就是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呢却失去了主导地位。我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抛开中国的发展进度不谈，美国依然是全球领先的尖子生。不过嘛，屋里美国宝贝现在如此强大，但还是很想说了算，那怎么办呢？这帮子美国智库给出了一套苗边用药组合拳3重诊断，6道药方，从经济学人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到外交事务专栏，再到国会咨文，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反思特别一致也非常的避重就轻。第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开始反思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进行经济武器化的滥用，正在系统性的消耗美国的优势。那以前美国的制裁是核武器嘛得省着用结果进入了21世纪，制裁越来越频繁，手段越来越没下限，搞得全世界现在都属于债多了不愁全世界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和地区有40个，全球才193个主权国家，地球村现在真的也无所谓了狮子多了不痒。那就因为美国直接将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结算体系，才直接催生了我们次年就推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紧接着数字人民币和多边跨境支付平台也相继落地现在就成了全地球村的新希望了美国如果继续滥用，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制裁自己依然可以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进行结算。那美国搞科技封锁其实也是一样的逻辑虽然亚马逊、微软、谷歌这些巨头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云计算的份额，但是现在欧洲和我们都在加速搞主权云大家都在主动的降低对美技术构架的风险敞口。第二个共识是他们都承认了跟中国脱钩其实根本做不到，而且代价正在逐渐变得很惨痛。美国国庆的文创，欧洲高温需要的空调，五角大楼无法直视的供应商穿透图，中美的这个贸易切不断。如今在大统领的关税战叠加中东冲突的恩典之下，那些所谓的有岸外包承接国，别说根本吃不下这么大的产能，自己制造业都在不可逆的衰退。美国跟中国脱钩断链，开始只是成全了有岸的二道贩子，养了一群有岸的这个懒汉结果呢，现在有岸自身的产能毫无起色，正面临着全面的衰退。中美全面脱钩在如今的产业结构下其实是个伪命题那第3点，他们的共识就是意识到了稀土卡脖子的威力他们发现中国的这个反制杠杆有着极强的不对称性杀伤力。那他们卡的是我们 13% 的外贸市场份额，而我卡的是他们一群乌合之众 100% 的稀土材料供应。2024年我们的稀土和永磁体出口创汇只有34亿美元，美国 GDP 如果被这部分卡住了，要掉 2.2%， 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而在美国呢，一座稀土精炼厂从立项到投产走完流程，乐观估计至少2年，行业平均周期长达9年，这还是在之前有制造业的情况下。在这个漫长的窗口期里，美国的软肋是完全暴露在外的。那这3重诊断说的是他们的诊断，对吧？那也符合情况。可是如果再深一步问病灶在哪里为什么滥用制裁？为什么要脱钩断链？为什么明知道稀土被卡着脖子，却依然选择发起关税战？
本质真的是我们构成了对美的威胁吗？还是美国抢劫失败，遭遇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反噬？这病灶啊是万万不能提的。温和派与强硬派啊，就这个病啊给出的方子虽然是南辕北辙，但是中心思想特别一致，就只谈怎么能够对外下黑手，绝不谈自身内部的问题。温和派就是主张啊，要在美国领先的领域加强我们的依赖，比如高制程芯片光刻机这些技术，一定要一边卡一边给，让我们无法自主化。强硬派呢，就是零和博弈的脑回路焊死自损3000也要伤敌800，不然呢，怕自己的选民那二极管脑袋看不明白自己的强硬之姿态。至于战略上损人又不利己，美国自身的损失和工业回流的困难无所谓，反正快乐教育长大的 MAGA， 日子越不好过你继续甩锅就行了口号是工业回流，张嘴就是3年稀土自由5年军工净身再就是掩耳盗铃式脱钩，只要标签上打上 Made in USA 精神上它就预贴了。所有的推演都有一个默契的前提，就是美国生病全怪外边风太大，只要调整对华策略，病就能好。其实真正的病根就藏在他们碰都不敢碰的这双重的政治禁区里。第一层禁区就是他们根本不敢承认美式自由市场体系已经无力支撑工业竞争力了，更不敢直面自身国家能力的全面衰退。拥有全球最多顶尖高校和最充裕的资本，为什么在新能源、稀土精炼、中高端制造业上面节节败退呢？因为金融业强势的虹吸，制造业再投入，连年的衰退，新进项目审批流程冗长，环保诉讼缠身，产业工人断层，基建成本极高，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都触碰到了他们意识形态正确的禁区得罪了背后庞大的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所以谁也不敢动刀。谈补贴只能骂别人不公平，绝口不提自己的规模空前的法案。谈效率就只说盟友各自为政，绝不提自身政治极化导致的长期战略根本无法执行。大统领一上台，一顿操作超过7000多份的科研项目遭到冻结，2万多名科研人员离开联邦机构这种自废武功式的操作，在智库的报告里只敢轻轻一笔带过，根本不敢上升到政治不正确的范畴上去真正的进行讨论。那第二重禁区呢，是他们不敢违逆那股子外强中干的本土民粹情绪，以至于现在任何的妥协方案都失去了政治的土壤。那智库们其实是能算明白账的，对吧？这个广谱的关税其实效率很低94%的成本最后都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买单，但是政客们依然乐此不疲的加税，是因为他们现在的重点是在表演一种选民看得懂的我很强，我在解决问题的戏码，而不是真正的要解决问题。挥舞关税大棒多有视觉冲击力最能够骗取选民的喝彩。成本是老百姓承担的，政治收益全是自己的。智库说美国这不好那不好，说深了得罪了金主，谁掏钱给他们呢？说到底，这帮智库的困境从来都不是智力上的账算不算得明白，而是政治上的。他们算得清楚每一笔制裁的经济账，却绕不开意识形态的雷区。看见病人高烧不退不敢说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只能拼命的开退烧药，最后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外部环境推给东大太强了。如果说他们对内诊断是不敢说，那么对外研判就更有意思了，属于是彻底的看不懂。美国智库所有的分析框架底色全是零和博弈和垄断霸权思维。美国脱胎于商业文明和海洋霸权的历史它的这个战略基因里面就写满了垄断2个字。找准一个卡点掌握定价权，收取垄断的租金，用不对称的优势去胁迫全世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觉得我们崛起肯定也这么干，你有稀土你肯定会像我掐芯片一样掐全世界，你工业太强大了，肯定要取代美国的霸权。在他们的认知里，世界只能有一个霸主，供应链顶端只能有一个躺赢的赢家。这个就像印度觉得士农工商是种姓，韩国觉得我们吃不起西瓜一样，人想不出来自己没干过的坏事儿。美国使大劲也就是觉得我们图谋的是霸权，而实际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我们的逻辑是根植于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大一统的传统，最核心的治理智慧从来不是跑出去掠夺垄断，而是追求内部分工的均衡和整个体系的效率。我们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统一的市场是天然的优势，这种恐怖的制造业能力不是用来卡谁的脖子的，而是用来支撑全球体系高效运转的。
我们追求的根本不是最低成本下的垄断溢价，我们要的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配合，是整个经济循环的通畅稳健，是整个社会的分工均衡。这套逻辑啊，投射到全球就是一套全新的秩序观嘛。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美国并不重要，但是没有霸权对于我们很重要。全球本就应该根据各自的禀赋来参与分工，资源国出原材料，技术国出研发，多劳多得，天道酬勤。而我们作为拥有着最完整工业体系的最大制造国，承担起供应链的基石的角色。朋友上门有好酒，大家在这个开源的互利的体系里，各自分工，多劳多得，贡献跟收益匹配，这对于我们的文明结构来说是最适合的秩序状态。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目标，真的就让美国的智库们这 CPU 啊彻底就烧了啊！这怎么能够想得明白呢？中国手里攥着这么强的武器啊，它不垄断哈，你怎么就不像他们天天这个挥舞着大棒呢？有优势不用，有能力不称霸，在他们这种零和词典里啊，根本就翻译不出来，他们永远都无法理解。对于一个追求内部均衡的文明来说，整个体系的稳定和效率的价值远远比短期的掠夺的收益更有用啊！所以你看他们现在的操作特别搞笑，一边防着我们垄断关键矿产，一边自己死死的抱住芯片和金融垄断的大腿，一边指责别人家搞产业政策，结果呢自己发补贴发的比谁都狠。他们以为搞脱钩就能孤立我们，结果现在呢反而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越推越近啊！他们以为制裁可以让人屈服，实际上每天都在加速这个不受西方制裁和管道约束的平行体系的成型。霸权秩序的每一次崩坏带来的都是剥削强度的减弱，本质上美国从上到下都不敢直面自身的制度性的衰退，决定了它就难以中兴，而美国从里到外都无法理解我们的文明逻辑，也就决定了难以抗衡。我们要的只是公平和自由的全球化，无以则刚，是之谓也。无法针砭时弊者，难以就一国之弊，连对手在下什么棋都看不懂，又何以去争天下之局呢？